我是第一次去姐姐家里吃饭，该买点东西过去。你姐姐姐夫都喜欢什么？给杨洋买一样玩具，我姐夫抽烟的，给他买2包烟，然后买点水果就行了。去哪里买？附近有个大商场，咱们进去逛一下就能买到。战先生，在我搬进来之前，你是不是一直没有住进里面？我发现你对周围的环境一点也不熟悉。这套房子我是早就买下来了，不过放着通风透气，所以我之前并没有住在这里，而是和父母一起住。咱们领证后，不好再和我爸妈弟弟们挤在一起，就搬进来住了。你们家房子很大吗？我们一大家子都还住在爷爷奶奶名下的房子，过段时间我再带你回去看看。要回去的时候，你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得做好准备。好，怎么不接？可能是我那些极品亲戚。接一下便知道是谁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犯不着怕他们，有我呢。一句有我呢，顿时让海童心里生出了暖意。他在心里给战印加了几分，便接听了陌生的来电。海童，是我，爷爷。你哥上午不是打电话告诉你奶奶生病了，要来市区的医院住院吗？让你帮忙挂个号也不挂，我们大老远赶过来，还不能住进医院里去，还得重新做一番检查，说什么确诊了才能住院。你和你姐现在住在哪里？我们去你们以前住的地方也找不到人，说你们早就搬走了，搬走也不跟家里人说一声。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长辈亲人吗？我们来了不少人，现在都没地方住，你赶紧的把你现在的住址发过来，我们过去住上2晚，给我们准备好晚餐，我们都还没有吃饭呢。你要是嫌弃我们人多，吵着你们了，你就给我转钱，让我们去住酒店。你们是怎么来的？坐公交车还是开私家车？你几个兄弟各开1辆车，载着我们过来的。对了，你记得帮你兄弟们报销一下油钱路费啥的，这来一趟得花不少钱呢。你和我奶奶还有那一群孝子贤孙，近年来是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呀？海童那个贱丫头居然敢挂我电话，她估计把我的电话都拉黑了。以为挂电话就能1分钱不出了吗？志明，你知道海童姐妹俩在哪里上班不？能不能想办法把他们逼出来，然后让他们出你奶奶的医药费？还有咱们一大帮人在市里住着照顾你奶奶，也需要不少钱，这些钱都让他们姐妹俩出了。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有办法逼得他们老老实实的主动来找我们，并给钱。姐，彤彤，你们来了，又不是外人，叫你们来吃饭，还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，多破费呀！姐，一点水果而已。姐夫还没有回来吗？杨洋呢？你姐夫还在回来的路上，应该快到了。杨洋在楼上，我公婆和大姑姐一家子都在，有他们看着杨洋，我才能下楼扔垃圾。走上楼吧。妈妈抱，妈妈抱，我要洋洋手里的飞机。海玲，叫杨洋把飞机给我小宝玩玩，我们小宝是来当客人的，杨洋该让一让我们家小宝。海童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你先生吧？周姐姐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我的先生，姓战，长得真是俊呀，气宇轩昂的。战印并不说话，把买来的东西放在茶几上。周姐姐眼尖的看到了有新玩具，手快的去打开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套新的玩具。宝宝，别哭了，咱们玩新的玩具，不要杨洋那把破玩具枪了。战印眼神阴沉的看着周姐姐，俊脸也绷得紧紧的，那严肃冷冽的气息散发出来，一下子就让屋里的气氛凝固起来。宝宝听话，等会儿爸爸就带你去买新的玩具。给他玩吧，我买了很多新的玩具过来给杨洋的，杨洋也不缺这一套。周红林很快就回来了，他回来后，海玲便招呼着大家吃饭。姐，我和战印都不是外人，吃家常便饭，不必买那么多海鲜的。你姐夫让我多买点的，你也知道他姐姐一家子都爱吃海鲜，他们在自家里舍不得吃，每次来这里就点名要吃海鲜，还专挑贵的。我那婆婆又要吃牛肉，凭什么我出钱买的都让他们吃了？我中午愣是不做给他们吃，放在冰箱里，今晚才做的，等着你和战印过来了一起吃。饭后，战印便想离开，海童只得陪着丈夫一起回家。海玲，你没看到桌子还没有收拾吗？还不把餐桌收拾干净？你说的以后咱们AA制，今天买菜买水果花的钱，算是补回了我上次用生活费买衣服的钱，但家里的事情咱们就各干各的，以示公平嘛。我已经收拾了我和彤彤夫妻俩的碗筷，余下的是你和你家人的，你爱收拾就收拾，不收拾明天你继续用，我也管不着。海玲呀，红林每天都要上班，工作又忙又累，赚钱养着家，养你和洋洋，你是他的妻子，理应把他照顾好，家务事怎能让红林去做？就是，你又不上班，不过在家里带杨洋，吃穿用住花的都是红林的钱，你还好意思让红林做事？
我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在家里全职带娃，靠着红林养着，他却要与我 AA 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行，AA 制就 AA 制，不管是家用还是家务事，都得 AA 制，各做各的。你们不是说我在家里带娃很清闲吗？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做吗？那我就不做了，让红林知道这个家不是自己变得干净整齐的，他的脏衣服、脏鞋袜也不是自动变干净的。海玲提起妹妹夫妻俩送来的东西，径直回房里去。反了天了！红林，你想做什么？洋洋还在里面呢，别吓着洋洋，要教训他，等洋洋睡着了再说。还有，你下手的时候别往明面上下手，让海童看到了，那丫头肯定会来找你算账的。她那个丈夫一瞧着就不是好惹的主。我夫妻俩的事要他们管，海童敢打我不成，她那个老公不好惹，我周红林就好惹了。红林，妈说的对，你就算要教训海玲，也别吓着洋洋了。海玲真是的，你好吃好喝的供着她，她不知足，还好意思让你做家务事。你姐夫下班回家后，连洗脚水还是我给你姐夫准备的呢。这男人在外面拼事业赚钱，我们做女人的就要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再让老公干家务活，这种妻子就是不贤。等洋洋睡着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，竟然给我脸色看，敢让我洗碗。红林，你外甥外甥女很快就要小升初了，我是想让他们在市里上初中的，你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转到市里的小学，然后住到你这里来，先在市里的小学念上1-2年，这样升初中就容易些。你这里离学校又不远，说是学区房都不为过的，平时就让海玲照顾一下2个孩子，给他们洗衣做饭就行，伙食费。姐，那是我亲外甥女外甥，不用给伙食费了，我找人帮2个孩子办转学手续，转过来读，每天上放学就让海林去接送，反正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。红林，这件事你还得和海玲好好商量一下，怎么说这个家她也有份的。我听说并不是在这里上小学就能过来念初中的，还得户口迁过来。对哦，妈提醒了我。红林，要不我把2个孩子的户口转到你们家的户口本上，或者你把房产证先过户到姐的名下，等我2个孩子毕业后再迁出户口，或者再把房产证过户回你的名下。等会儿我跟海林说一声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不过妈说的话也对，她也有点范儿。再说了，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做饭给孩子们吃，还得她去做，总要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。姐，到时候我夫妻俩商量好了，就给你电话，放心，不会让我外甥没好学校读书的。等会儿你还是别和海玲闹了，夫妻之间略有点矛盾很正常，你们又是多年同学，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你就别和他计较了。红林，你姐说的对，你别老是说教训海玲的话，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沟通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你看看我和你妈几十年的夫妻了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妈动过拳头的。那是我妈贤惠，海玲怎能和我妈比？她是越来越过分了，1分钱不赚，在家里带个孩子好像就得了天大的功劳似的。我说 AA 制不过是想省点钱，她花钱历来大手大脚的。爸是不知道，我1个月给她3000生活费，她1天就能花掉1000多，这也是妈和姐让我要与她 AA 制的。不这样做，她也不会想办法去赚钱，也不知道我赚钱辛苦。她倒好，居然在家务事也要与我 AA 制，她就是欠收拾。人被逼到绝路时，总会想到出路的。他在家里带着孩子，也可以兼职做些事情，赚点生活费。不过你别老把收拾他的话挂在嘴边，夫妻是要过一辈子的。你们才结婚几年啊，就开始打架，什么时候能到老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今晚不收拾他便是。海童夫妻俩买了很多东西过来，刚才海玲一气之下就把东西都提进房间去了，我看过了，里面都是好东西呢，有好烟好酒，你拿点给你姐夫。海玲又不抽烟不喝酒，你也不缺那点东西，倒是你姐夫平时舍不得抽支好烟，还有爸都没有喝过什么好酒，你把酒给爸。姐，小你说的那点东西你们看上了尽管拿去，快去睡觉吧，明天晚上我不应酬，开车带你们出去兜风。海玲，有件事跟你谈谈。什么事儿？我姐说要把她大的2个孩子转到市里的小学读书，到时候也在市里上初中，住在我们家里，你以后帮忙接送一下2个孩子，给他们做饭吃，反正你每天也要做饭的，不过是多添2双碗筷。生活费的话，我可以每个月多给你1000块钱，2个孩子也吃不了多少，每个月多给你1000元也够的了。咱们这房子算得上是学区房，不远处的管城2中是重点中学之一，到时候把孩子的户口也转到咱们家户口本上，要不就把房产证先过户给我姐，等孩子毕业了再把房产证转回我的名下，那是我亲姐，咱们也信得过，不用担心她以后不还房。周红林，我现在在家里带咱们的孩子，你都嫌我只知道吃，只知道花钱，不会赚钱的没用之人。那是我生的，为了我儿子好过点，我忍了。但你姐的2个孩子与我无关，
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可能帮他带孩子。还有，你让他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，影响到的是谁？是咱们杨洋以后读书的机会。房产证过户给你姐，那证上本没有我的名字，你要过户，那也是你的事。将来拿不回房也是你的事。但有一点，你在过户给你姐之前，你必须把我花在这里的装修费还给我。我怕到时候房子成了你姐的，我花在这里的装修费1分都拿不回来。我都答应多给你生活费了，还不行吗？你本来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做饭的，带一个也是带，带2个也是带。他们又有10岁了，懂事了，平时不用你怎么带，只要辅导一下功课就行。你要是觉得1000元不够，我再多给你500，1500总行了吧？孩子的户口迁过来，怎么影响了咱们洋洋读书？洋洋才多大？上小学还早着呢。我亲姐，我信得过，他以后不会不还房的。什么装修费？这房子我花钱买下来的，你也住在这里，你花点装修费不是应该吗？也好意思跟我要回装修费？没有。周红林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那不是我的责任。我不帮你姐带孩子，更不可能辅导她孩子做功课。你真要把你外甥接过来又加钱的话，那你把我当成家庭老师来算工资吧。1个孩子每个月给我5000元，2个孩子1万元，钱到账我就给他们做饭，接送上下学，再辅导功课，否则免谈。我这样的收费还是看在她是你亲姐的份上，以我的学历当个家庭教师辅导小学生功课，绝对值这个价。房子过户，你不归还我的装修费，我绝不同意你把房子过户给你姐。你真要那样做，那咱们离婚。离婚，你也要把装修费还给我。1个孩子5000元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？离婚？你以为你现在还是18岁的年轻姑娘，嫁过人，生过孩子，又没有工作，离婚后你能不能养活你自己都是个问题。行了，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，要1万元那是不可能的，我顶多再给你3000块钱。没门！周红林气得想动粗，谁知道海玲忽然转过身来，见他高举着拳头，你敢打我，最好就把我打死，否则你永远别睡着。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有心事？战先生，还好你没有难缠的姐姐，你的家人修养都很好。上次见面，我知道你妈对我其实不太满意，但她待我依旧温和有礼。你奶奶他们就更不用说了，奶奶是你们家里对我最好的人。都说女人嫁人如同第2次投胎，嫁得好那是幸福一辈子，嫁得不好真的是哭天不应喊地不灵呀。姐要是受了委屈，你跟我说，我们去替姐出头，让周家人知道咱们的姐不是没有靠山的。这样看着我，是在怀疑我说话的真实性吗？海童，只要咱们姐有理，我们都可以替姐撑腰出头。父亲说，只知道欺负老婆的男人不是好东西。战先生，我想靠一靠你的肩膀。战印犹豫，就靠一下，又不会占你太多的便宜，有靠山的感觉，真好。他忽然就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脸，战印瞬间就弹跳开来。海童，请你时刻记住我们的协议内容，不要越界了。战先生30岁了，还没有和女性如此亲密接触过吧？摸一下你的脸而已，反应这么激烈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怎么样你了呢。战先生要是觉得吃亏了，要不我的脸让你摸回来，你摸2下都行。你现在心情好了吧？还不错，比刚才好多了。你这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战先生的夸张手法用得很好，达到了纯火炉青的地步。很晚了，早点回房休息，别又在这里睡着了。晚上挺凉的，感冒了，难受的是你自己。怎么一脸欲求不满的样子？怎么还没有哄住嫂夫人？就你这性格，必定是没有哄住。我们好得很。那你干嘛一脸的欲求不满？你哪只眼看到我一脸的欲求不满了？我就2只眼，2只眼都看到了。战运，我让人送早餐过来，你用过了吗？等会儿一起吃吧。我是个有老婆的人，每天起床他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，要回公司才能叫人送早餐过来的，那是单身狗。我让你办的事办成什么样了？等会儿送到我办公室去。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早放你办公室了。好。看完了海家人的资料后，战印更觉得他们的无耻可憎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。战总，商小姐又来了，这次请人送来了1车的鲜花，借此向战总你表达他心中的爱意。保安都是吃闲饭的吗？放任着别人在我们公司门口扔垃圾。商小姐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很快商无痕也来了。大哥，我喜欢战印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他，我都暗恋了好几年，现在鼓起勇气表白了，你总得让我去追求的，万一他也爱上我了呢？给我上车，开车。你闭嘴！哥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战印不适合你，叫你死了这条心，你是听不进去是吗？我也想死心的，可我花了几年时间都没办法死心，我那是不甘心，爱就爱了，大胆说出来有什么错？你不让我去努力一下，尝试一下，怎么知道最终结果？
战印什么脾性你不知道吗？你连他身边3米以内都进不去。他现在没有爱上我，等他爱上我了，就会为我破例的。小费，哥认识很多优秀的男儿，听哥的劝，不要再想着战印了，他是真的不适合你。那家伙的心是铁打的，不是一般女人能融化的。就算有人能融化他的心，那个人也不会是你。不要再做出这种让人看笑话的举动了，你不怕丢脸？你哥我还要来呢。丢什么脸？我就是表白而已，这些招数哥应该很熟悉才对。我大嫂当年不就是凭着这些招数，最终拿下了大哥吗？看大哥现在把我大嫂宠上天，可见女追男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彤彤，你快看热搜，有什么大新闻？有人向战家大少爷表白了。哦，公开表白，大胆追求战少的女人也是来头不小呀。海彤，你猜猜看是谁？反正不是你，也不会是我。天大的八卦新闻，你怎么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是商氏集团老总的亲妹妹，唯一的妹妹呢。商氏在咱们宛城那是仅次于战氏的大集团，就是两家关系不太和睦。没想到商小飞居然看上了战少，还大胆的表白，公开的追求，不愧是商氏的千金，就是有底气，有勇气。上次我们还讨论了战少，怀疑他有问题，商小姐追求他不会有结果的，让商总去追求战少，说不定还有个结果。战少要是个有问题的，那商小姐一片痴心就要付之东流了。难得有人敢公开向战少表白的，没个结果，让人好生失望。话说，战少真的有问题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小军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吓我一跳！可恶，太可恶了！彤彤，你快看看这条热搜说的是不是你和海玲姐？他们指名道姓，还放上了一张相片。我看相片上的2个女孩子像你和姐妹俩，她们居然说你姐妹俩不孝，不认亲人，只顾着自己享乐，连奶奶患病也不闻不问，10几年来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，说什么老人家生病就是思念你们这2个孙女的缘故。闻言，海彤迅速地拿过手机，看着好友说的那条新闻。海彤看完后，气得掉眼泪。彤彤，你还好吗？这时，海彤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彤彤，你看到新闻了吗？他们太可恶了。他们又不是现在才这么可恶，以前就是黑心肝的人。我现在就去网上解释。姐，你不用去解释，等这件事闹得再大一点，我们再回复，把他们的脸皮都撕下来。他们把我们姐妹俩的相片以及手机号码都公布了，我们也要做点功课，拿出点证据来，才能狠狠地打他们的脸。好，姐，这件事你不用出面，我来处理。你有杨洋，怕那些水军丧心病狂的，对你和杨洋造成伤害。这几天你不要上网，你的手机可以先关机，或者你去换一个新的号码，我们用新号码联系。这是咱们姐妹俩的事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面对？姐，我比你更无后顾之忧，你不怕，但杨洋得保护好，他这么小，谁知道那些人会不会祸及家人？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现在就把手机卡取出去，重新买一张新手机卡，再与我联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你的店里。姐妹俩刚结束通话，海玲就接到了丈夫打回来的电话。网上的新闻是你老家的亲戚写的吧？当初不是叫你和那些亲戚断绝往来吗？你自己怎么样？我不管，你别连累了我和洋洋。放心，我的事不会连累到你。当初他们那样对我和海彤，就没有想过与他们联系，是他们厚颜无耻的赖过来，想让我们姐妹俩负责奶奶的医药费。海玲，你也写篇博文澄清一下，我帮你花点钱请点水军，把你的博文也推火，反驳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这般的颠倒黑白。这件事我和彤彤会处理好，你尽管放心，不会牵连到你的。要是他们把你扒出来，找你要钱什么的，大不了我们离婚，那样你与我没有关系了，他们就不会抓住你不放。海玲，你说这些话做什么？离什么婚？我主要是担心洋洋。他也想离婚，前提是等洋洋再大点了，不需要海玲细心照顾，他再和海玲离婚娶佳妮。行了，我先上班，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。咱们都在这里开店那么多年了，彤彤是什么品性的人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那网上是乱写的，颠倒黑白的。海彤没有过多的解释，是沈小军见不得别人误会好友，极力的替好友解释。他把海家人当初是怎么对待海彤姐妹俩的事情说出来，海彤的人品那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待弄清原委后，他们气得骂街，个个都说要马上上网跟广大网友解释。就在这时，战印走了过来。彤彤，你家那位来了。